條片我想拍好耐㗎啦 ，Pixel 2俾人收咗 ，Pixel 3都俾人收埋，同大家開箱下我間房。精髓中嘅精髓，我呢一年嘅加拿大生活嘅一個救星，一見鍾情啊！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大家好，我係周庭。不知不覺間，我已經嚟咗多倫多超過1年啦。由最初人生路不熟，去到而家可以話已經係完全融入咗呢度嘅生活，知道邊間餐廳好食，邊間唔好食。去到藥房或者超級市場買嘢，會識得儲分，學識咗點樣報稅。仲有最緊要嘅呢，就係發現咗好多好用，又或者係性價比好高嘅產品。所以今日呢一條片，我想拍好耐㗎啦，就係想同大家介紹一啲我過去1年喺加拿大，又或者係以前喺香港遇過一啲好好用，我而家已經係唔可以離開佢哋嘅一啲產品。以後會介紹嘅產品咧，都係全部我自己去發掘同埋係自購嘅，咁所以係真係好推薦俾大家㗎。咁當然我都有中過伏，用過唔好用嘅產品啦。咁呢個咧就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第一樣一定要介紹，而且大家都一定用得着嘅咧，就係我而家2部電話都用緊嘅 Rhino Shield 犀牛盾手機殼啦。咁 Rhino Shield 係一個台灣嘅手機殼品牌嚟㗎。我最初會遇上佢係因為7年前我啱開始用 Google Pixel 嘅時候，因為 Pixel 喺香港係冇正式銷售冇行貨，所以手機殼都係好難揾嘅。於是我就上網揾到 Rhino Shield 呢個牌子啦，可以話係一見鍾情啊！每次我換新手機咧，都一定會買翻犀牛盾，係一路用到今日嘅。咁點解我對呢一個牌子嘅手機殼係咁鍾情同埋咁專一呢？因為我覺得手機殼最重要嘅功能就係要保護好部手機。而作為一個成日都跌電話嘅人，呢7年嚟喺 Rhino Shield 嘅保護之下咧，我係從來都冇跌爛過電話㗎。無論係前面嘅 mon 定係後面嘅鏡頭咧，佢都可以保護得好好。當然外觀同埋設計都係好重要啦。咁除咗一啲基本款之外咧，佢都有好多同唔同嘅品牌或者畫家設計師聯成嘅一啲款式㗎。而且佢印出嚟嘅質料都好好，唔會話好容易刮花或者甩色。就好似我呢一個手機殼咁樣，我都用咗佢有成2年幾㗎啦。咁經過呢2年嚟不斷嘅摧殘同埋跌電話咧，佢都係冇甩色嘅狀況，都係依然保持得好好。隻雞仔同埋兔仔咧都係完全冇被破壞。介紹完手機殼，就一定要同大家介紹埋我而家用緊嘅電話，就係 Google Pixel 啦。我而家嘅 work phone 同埋私人電話分別係用緊 Google Pixel 6同埋 Google Pixel 8。6係我以前喺香港買嘅，而8咧就係我嚟到加拿大之後買正貨嘅。我都算係一個好忠實嘅 Pixel 用家，我係由2017年年底就開始用 Google Pixel 2，後來 Pixel 2俾人收咗，我就換咗做 Pixel 3，Pixel 3都俾人收埋，我就換咗Pixel 4A， 後來 4A 用咗幾年之後，個電池開始膨脹，開始危險，所以我就買咗而家呢一部 Pixel 6。嚟到加拿大之後就再買 Pixel 8。喺用 Pixel 之前，我都係有用過其他嘅手機，無論係 Android 定係 Apple， 我都有用過。但喺開始用咗 Pixel 之後，我就漸漸發現我嘅生活係唔可以冇咗佢。最初我會俾 Pixel 呢一部電話吸引，係因為以前嘅 Pixel 用家可以擁有一個無限嘅 Google Photo Drive。雖然由幾年前開始 Google 就已經取消咗呢一個 Pixel 用家嘅特權，但佢話明係 Google 嘅親生仔，所以佢成個 system 都係 Google 嘅系統，所有 backup 咗嘅相同埋片咧都會相對比較安全同埋有保障，唔會突然間唔見咗。而我最被 Pixel 吸引嘅一點咧就係佢嘅安全設定啦。大家都知道我係一個好着重網絡安全同埋資訊安全嘅人，咁所以喺揀電話嘅時候，安全性咧係我嘅第一考量。而 Pixel 除咗有一個獨家叫做 Titan M 嘅安全晶片，佢嘅安全設定嘅掣都係好方便同埋好 friendly， 就好似如果你想一次過熄晒成部機所有 app 嘅咪同埋相機，只要喺 toolbar 拉落嚟撳一個掣就搞掂噶啦。而佢嘅其他功能包括係影相、拍片等等，我都覺得係 above average。再加上佢嘅價錢係一啲都唔貴，呢一部 Pixel 8咧，我喺加拿大係買咗800蚊加幣左右嘅啫。整體上都係一部性價比同埋安全性都好高嘅一部電話。
大家記唔記得我喺加拿大生活嗰條片入面講過，我係一個香薰蠟燭嘅愛好者嚟㗎。但有時候香薰蠟燭會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燒完之後唔記得剪短條燭芯，下次再燒嘅時候呢，個蠟燭就好容易出好多黑煙。以前我屋企有好多白色嘅收納箱，就係因為咁變咗做灰色，結果又要花好多時間清潔。所以我前排喺 Amazon 購入咗一個我認為所有蠟燭愛好者都應該擁有一個嘅產品。就係呢一個熔蠟燈啦，而且呢盞燈仲有一個好好嘅功能，就係你可以校2個鐘、4個鐘或者8個鐘嘅 timer， 咁你就唔驚因為你唔記得熄燈而導致到危險、嘥電，又或者係浪費咗個蠟燭。有時候屋企想浪漫啲嘅話，佢都可以做到小夜燈嘅功能，又可以令到屋企香噴噴。加拿大同香港有樣嘢好唔同，除咗係加拿大嘅物價比較貴之外，呢一度好多嘅公共場所都會有免費斟水嘅設備，所以呢一度俾人嘅感覺都係好鼓勵大家帶自己嘅水樽。同埋如果你想喺超級市場或者喺藥房買一支水嘅話，都要成幾蚊加幣，除非你係一次過買1-2打擺喺自己車入面，如果唔係單買嘅話都幾貴下㗎。所以住喺加拿大擁有一個自己中意而又啱用嘅買波圖咧就好重要啦。我都要喺度介紹下我而家擁有嘅3個水樽或者水杯，全部都係我經常用到，但係佢哋嘅功能咧又有少少唔同。首先係呢一個我喺香港迪士尼買嘅米奇老鼠水樽，呢一個係我平時出街會用到嘅。佢有一個好好嘅設計咧，就係佢嘅樽蓋係可以上鎖噶，咁你就唔驚個樽擺喺背囊嘅時候咧個蓋會突然間開咗漏晒啲水出嚟。佢嘅容量就唔算係太大，大概係500ml。所以就比較適合平時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返工返學嘅時候用，擺喺背囊或者袋入面都唔會好牙位。第二個要介紹嘅就係呢個 Stanley 嘅水樽，咁佢就比頭先個 Mickey Mouse 水樽大好多，容量有大概1.2 升。佢最好嘅咧就係呢一個俾你擺喺私家車嗰度用嘅樽身設計，因為住喺加拿大好多時候咧你都需要坐私家車，又或者去旅行嘅時候你都會選擇 road trip， 所以喺呢啲時候咧一個好適合私家車用，容量又夠大，又可以裝熱飲凍飲嘅水樽咧就非常之啱用啦。第三個就係呢一個我平時喺屋企飲水用嘅 Winnie the Pooh 水樽啊，一睇就知我係因為佢個樣而買嘅。呢一個水樽係以前我喺香港嘅71便利店嗰度換㗎，咁佢同 Stanley 嘅保溫杯一樣，都係不鏽鋼嘅設計，所以可以擺凍飲、擺熱飲。最重要嘅就係佢呢一個可愛嘅造型係好吸引人飲水嘅。如果有啲朋友係好唔中意飲水嘅話，我覺得買翻一個夠可愛或者夠靚嘅水杯，吸引自己多啲飲水都係好重要㗎。下一樣要推薦嘅就係每一位住喺加拿大嘅人都一定要擁有嘅一件產品，就係加濕機啦。呢一部加濕機咧係我喺 Amazon 買嘅。嗰陣我買加濕機嗰陣咧，心入面就有2大條件，就係佢嘅覆蓋範圍要夠廣，同埋要夠慳位。因為我屋企嘅空間唔大，可以話係寸金尺土啊。以前買家私嘅時候，每一樣嘢個尺寸都要度得好精準，直頭我係畫埋平面圖，要確保自己喺屋企咧係要有路行。所以加濕機咧就可以高，但係唔可以闊。而根據我嘅要求，我就喺 Amazon 買咗呢一部完全符合我要求嘅加濕機。大家見到佢嘅設計係好高身，同時亦都好窄，所以一啲都唔會壓位。佢嘅水箱咧有10 lit， 所以以我一個人嚟講咧都係非常之足夠噶啦。佢都有自動感應濕度嘅功能，當部機偵測到你屋企好乾嘅時候，就會自動將個噴霧較大啲。順便都喺度同大家介紹埋我用緊嘅香薰油，都係我喺多倫多發現嘅牌子嚟嘅。咁佢嘅牌子名就叫 Sage， 佢呢個香氣名咧仲要係好 warm 嘅，叫做 Coming Home 啊。而佢係真係猶如其名，係有一種你放完工好攰，翻到屋企可以 refresh 下嘅一個清新嘅薄荷味，再加埋淡淡嘅金桔味，係清爽得嚟又好有治愈嘅感覺。平時咧我就會將少少精油咧係滴落去佢擺精油嗰個海綿個位嗰度。滴滴滴滴滴，咁當你開機嘅時候，啲噴霧就會充滿嗰種療愈嘅香味啦。
跟住落嚟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啲我呢一年嚟都好想推薦俾大家一啲同護膚、化妝或者護理相關嘅產品啦。首先要介紹嘅就係呢一支係 Redken 嘅 Leave-In Treatment， 因為加拿大係一個極度乾燥嘅國家，加上呢度嘅水係硬水，平時就算已經用咗比較滋潤嘅洗頭水同埋護髮素，沖完涼咧個頭髮同埋頭皮都係會好乾燥噶。所以如果沖完涼唔搽翻啲護髮嘅產品咧，係可以完全梳唔到頭噶。我嚟到加拿大之後都有用過好幾支護髮油或者護髮啫喱，而呢一支咧就係我用過入面最好用，而且佢唔貴，同埋佢成日都有折扣嘅。我通常都係趁佢有折扣嘅時候先買。我已經係用完咗一支，而呢一支係我嘅第二支。呢支 treatment 擠出嚟咧就係啫喱狀嘅，咁佢就會比較濃稠得嚟咧，頭髮都會好容易吸收。平時沖完涼之後用毛巾抹乾個頭，搽一陣 treatment 之後再吹頭同埋梳頭嘅話，你就會發現你嘅頭髮係順滑咗好多，毛躁嘅情況咧都會少咗好多。佢滋潤得嚟咧又唔會過分油膩，因為我嘅頭髮係好油嘅，如果搽一啲太油膩嘅產品嘅話，啲頭髮就好容易黐埋一嚿嚿咁。但係呢一支 treatment 咧就完全冇呢個狀況。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咧就係防曬啦。多倫多呢度同香港嘅太陽好唔同，因為呢一度嘅天氣比較乾燥，所以平時太陽好曬嘅時候咧，成個身體係好似乾煎緊咁樣啦。再加上我嘅皮膚對陽光係好敏感，我喺香港其實係帶咗好幾支防曬過嚟，但係嚟到呢一度佢哋嘅效果全部都唔係太理想。結果我就喺 Sephora 嗰度揾到我而家手上面呢一支 First Aid Beauty 嘅Mineral Sunscreen， 我已經係用完兩支，呢一支係我嘅第三支嚟㗎啦，可見我係幾咁中意佢啊！防曬有分化學防曬同埋物理防曬兩種。化學防曬嘅原理就係將紫外線吸收，然後再進行化學嘅分解；而物理防曬就係直接將紫外線反彈。如果你好似我咁皮膚對紫外線同埋陽光比較敏感嘅話，揀翻一支物理防曬咧係會係比較好嘅選擇。而喺我用過咁多支防曬入面咧，呢一支防曬係最能夠保護我嘅皮膚，令到佢唔敏感㗎。你睇呢支防曬嘅 size 就知道佢嘅原意係俾人攞嚟搽面，但係因為我揾唔到一支比佢更加好嘅，所以我係用佢嚟搽埋我嘅手腳，而且佢唔會有嗰種好油好立嘅感覺。如果真係要講一個缺點嘅話，就係佢唔係太容易推開，所以你搽嘅時候咧就要大力少少。我仲探索緊加拿大有冇其他好用嘅防曬，特別係大支裝嘅身體防曬。如果各位觀眾有任何推薦嘅話咧，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跟住要介紹嘅就係我由喺香港嘅時候去到而家都係勁中意用嘅一個產品，就係曼秀雷敦嘅暗瘡貼。我唔算係一個成日生暗瘡嘅人，但有時嚟 M 之前就會生一啲 M 瘡，所以暗瘡貼都係一個我會長備喺屋企嘅一個產品嚟㗎。無論係喺香港定係喺加拿大，我都有試過唔同嘅暗瘡貼，但係試過咁多牌子，始終我覺得最好用嘅咧就係曼秀雷敦嘅呢一隻啦，因為佢吸膿嘅能力係真係好強，好快就會令到你粒暗瘡乾涸同埋凋謝，而且佢吸完啲膿之後，暗瘡貼上面係會有一大笪白色，令到你好有治癒同埋好有成功感。呢一隻暗瘡貼以我所知係有分兩款，一款係普通版，第二款咧就有分日用同埋夜用。通常咧我都會買翻普通版，因為普通版平啲。呢一隻暗瘡貼唯一一個問題咧就係喺多倫多好難買到，所以如果有多倫多嘅朋友知道邊度有得賣而又係價錢合理嘅話咧，都歡迎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之後就輪到化妝品啦。作為一個都化咗妝6年嘅人，當然都有用過好多我覺得值得推薦嘅化妝品。但係呢一條片，我想同大家介紹呢個精水中嘅精水，所以我只會介紹一樣，我係真係超級中意佢，而且完全冇辦法離開佢，就係日本牌子 iTalk 嘅雙眼皮膠水。我嘅眼皮都可以話係化妝入面嘅一大挑戰。我兩個眼皮咧係鴛鴦㗎，我右邊眼
係外雙眼皮，而左邊眼係內雙眼皮，所以我化妝嘅時候，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係要將左邊嘅內雙眼皮化到好似右邊嘅外雙眼皮咁樣。以前最初我係有嘗試過用雙眼皮貼㗎，但可能因為我手殘，所以貼極都貼唔好。後來就有朋友推薦咗呢一隻雙眼皮膠水。以前我唔係用呢支紫色，而係第二支同一個牌子，但係桃紅色㗎。但後來我就發現到呢一支紫色，佢就話係專針對內雙眼皮㗎。結果我就買嚟試下，一用我就用到依家啦。由桃紅色時代去到紫色時代，我諗我夾埋埋用咗呢一隻雙眼皮膠水都有成5年。無論你係用雙眼皮膠水定係用雙眼皮貼，我諗每一個人最初咧都係一定有失敗過嘅。慢慢熟能生巧之後，你就會掌握到究竟雙眼皮膠水嗰個彎月形係要搽喺你眼皮嘅邊一個位置，因為每一個人嘅眼皮都係有啲唔同，都係好依靠自己去學習同埋掌握。我係一個眼乾問題超級嚴重嘅人，講緊嘅係嚴重到唔可以戴隱形眼鏡，同埋因為對眼對光好敏感，所以我係唔可以入戲院睇戲㗎。我以前都好擔心係咪我對眼有啲咩毛病，但係後來喺香港同埋喺加拿大都有睇過眼科醫生，檢查過，好彩對眼冇任何問題，但係就真係好乾，所以對我嚟講，眼藥水係一樣每日都要更新，每一日可能要滴10幾20次嘅一樣咁重要嘅一樣產品。而由於我要成日滴眼藥水，所以一支冇防腐劑得嚟保濕效果又強嘅眼藥水對我嚟講就好重要。呢2年入面，我一直都用緊就係我手上面呢一支叫做 Hylo Gel 嘅眼藥水，佢喺香港同埋加拿大嘅藥房都係有得賣，但係個包裝就有少少唔同。咁佢係一支德國製造嘅眼藥水嚟，佢除咗係冇防腐劑同埋保濕效果好好之外，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呢一個樽身嘅設計。因為一般嘅眼藥水通常你喺開封之後，理論上佢係只能夠用1個月嘅啫，但呢一支眼藥水因為佢呢一個真空樽身嘅設計，令到佢喺開封之後咧都可以喺唔擺雪櫃嘅情況之下係用到半年。而佢擠嘅方法都同其他眼藥水有啲唔同，好似撳原子筆咁樣撳佢個底，但佢比起平時我哋市面上見到嘅眼藥水價錢咧就比較貴啲。我喺加拿大買就大概要60蚊加幣左右，喺香港嗰陣買咧就要200幾蚊港幣。但始終眼睛對每一個人嚟講都好重要，所以我覺得花多少少錢買一支適合自己嘅眼藥水都係好重要嘅。嚟到加拿大之後，我就發現呢一個牌子原來唔係得眼藥水，仲有一支俾眼用嘅 ointment， 即係眼嘅藥膏。我以前唔知道原來眼都係有藥膏嘅，喺加拿大呢一邊嘅眼科醫生同我講嘅。有時天氣好乾燥嘅時候，我臨瞓前除咗會滴眼藥水，都會係擠一滴 ointment， 咁起身嘅時候隻眼就冇咁乾，冇咁唔舒服。當然如果大家嘅眼睛係有啲咩不適，最好都係諮詢翻醫生嘅意見，咁就最穩陣啦。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好物咧，就唔喺呢一度，而係喺我間房嗰度，所以我決定呢一條片順便同大家開箱下我間房嘅一部分。Go go go！ 喺開房門之前，雖然唔係啲咩好物，但都想同大家介紹下我而家貼咗喺房門嘅2幅畫。呢2幅畫咧係我喺香港嘅時候畫嘅，咁2幅都係塑膠彩。2幅嘅靈感都係源於我影嘅菲林相。呢一張就係深井，而下面呢一張就係西貢，唔知大家認唔認得呢？好，我哋入房啦。噔噔噔噔，呢度就係我間房啦。雖然因為安全嘅關係，我應該係會全部打晒格嘅。一入房門，大家就會見到我呢一張梳妝台啊，就係我喺 IKEA 買嘅，都係我人生第一張梳妝台啊。我仲喺香港嘅時候，因為屋企好細，所以就擺唔落梳妝台。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因為想化妝都方便啲啊，所以咧就想買一張價錢經濟得嚟唔壓位，最好都有啲收納空間。結果我就喺 IKEA 揾到呢一張完全符合我要求嘅梳妝台，因為佢係好多收納空間，完全唔會壓位㗎。首先呢度有個櫃筒，咁我都係放平時一啲日用品啦。呢度有眼鏡布、有梳、有指甲鉗，然後有防曬、有 hairspray、有止痕膏，咁入面咧仲有啲眼鏡盒咁樣啦。咁佢呢度咧都有個空間俾你裝嘢㗎。首先前面有塊鏡，跟住呢一個係我嘅化妝品嘅空間，平時啲眼影啊、碎粉啊嗰啲全部都喺度，然後就係護膚品嘅空
中間，然後呢個就係頭髮或者其他長形物品，仲有埋塊鏡添。下一樣嘢要介紹嘅就係呢一個，就係呢一塊梳妝鏡啦。大家可能會好奇，明明我張梳妝台入面已經有鏡，點解又要另外買塊鏡呢？我以前咧一直都係用呢張台附上嗰塊鏡去化妝噶，咁但係因為我本身間房嘅燈光唔係好夠啦，化妝嘅時候睇得唔係好清楚，再加上我買呢一張 IKEA 嘅凳嘅高度咧，同呢張台好似唔係好夾，因為我一坐上呢張凳之後，我塊面係高過呢張台嗰塊鏡，結果每一次化妝咧，我都要攣住條腰咁樣，好辛苦。後來我就喺 Amazon 揾到呢一塊同呢一張台個 size 超級夾嘅梳妝鏡。咁呢個梳妝鏡咧，你見到佢有3粒掣嘅，一個就係開關掣啦，咁一個就係顏色嘅。咁因為佢有白光、黃光同埋黃白光，另外就可以校光暗度。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竟然仲附有一塊放大鏡。咁平時如果你化緊眼線啊呢一啲比較細微嘅位嘅時候，有一塊放大鏡咧就更加好啦。而亦都係因為我間房係冇位擺床頭燈嘅關係咧，我會將呢一塊梳妝鏡嘅燈當成係床頭燈咁樣用。翻嚟客廳呢一度啦，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紹我最後一樣愛用品，佢可以話係一個壓軸啊，因為佢係我呢一年嘅加拿大生活嘅一個救星。咁佢就唔係一件實物嚟嘅，而係一個 app。呢個 app 咧就叫 Too Good To Go 啦。呢個 app 嘅用途咧就係俾一啲呢度嘅餐廳或者超市去以平價去賣出一啲佢哋賣剩嘅餐點或者食材，就好似加拿大最出名嘅連鎖 cafe Tim Hortons 咁樣，就會每一日都喺呢個 app 嗰度買一啲 surprise box。因為係賣剩同埋冇得揀款式，所以呢啲 surprise box 係非常之經濟，係講緊幾蚊一個 surprise box 咧，入面就可以有7至10嚿 pastry， 例如係 donuts、muffin、bagel 或者 croissant 等等。當然你唔係得 Tim Hortons 一個選擇，因為好多呢度嘅餐廳同埋超級市場都會透過呢個 app 去買一啲 surprise box。例如好似呢一度其中一間連鎖超市 Metro 咁樣，除咗有 pastry， 佢仲會有水果、肉類製品或者乳製品等等。但大家要留意，因為呢一啲食物係賣剩同埋就嚟過期，所以你買咗翻屋企之後咧就要盡快食用啦。我自己咧就係一個 Too Good To Go 嘅忠實用家，基本上每幾日咧我都會喺呢個 app 嗰度買一次嘢，有時可能係麵包，有時係食材，亦都有時咧係一啲賣剩嘅餐。雖然話呢啲嘢食係賣剩，但係佢哋嘅品質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只要你拎翻屋企叮翻熱或者焗翻熱嘅話咧，佢哋一樣都可以好好食。最重要嘅就係喺呢一個物價咁貴嘅國家入面，呢個 app 可以幫你慳到好多錢。我自己都係好中意嗰種好有驚喜嘅感覺，雖然都試過中伏，但係整體上嚟講個使用感都幾好，又可以幫到啲餐廳唔好咁浪費食物，自己又可以食到好平嘅一餐。如果各位住喺加拿大嘅朋友都想慳下錢嘅話，都好強烈推薦大家 download Too Good To Go 去試下。落單之前咧就記得要參考嗰間餐廳喺 app 上面嘅評分。我自己嘅經驗係通常4.5粒星以上嘅餐廳嗰個 surprise bag 都幾高質㗎，大家都可以參考下。今日介紹咗咁多唔同嘅產品俾大家，唔知大家又覺得點呢？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撳埋 subscribe 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下次嘅片啦。如果你係想成為 Team Ting 嘅話，都可以撳頻道名隔離個加入掣。好，我呢條片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佢有大、中、小3種嘅噴霧模式，天氣好乾燥嘅時候，你就可以校到最大；少少乾燥嘅時候就可以校細啲。